十字过，十字过，十字过，有机会，直了，拉直了，拍了！哦，什么情况？倒立十字固这个绝杀招式已经消失了50年，在这一刻被退役特种兵轻易实施了出来。看到他逆风翻盘的样子实在是太帅了，甚至连见多识广的解说嘉宾都被吓了一大跳。远在千里之外的武僧义龙也都看傻了眼。樊荣是一名退伍军人，服役期间接触过格斗、摔跤和拳击，在好几个军区当中都找不到能与之匹敌的对手。服役期限已到，他便选择了蒸蒸日上的 MMA 综合格斗，后又拜入了 MMA 传奇江龙云的门下。很快，樊荣就成为了中国大级别当中最能打的那一个。站立格斗兼修的同时，樊荣的作战体系也已经得到了妥善处理。就在樊荣刚在综合格斗有点起色之际，突然杀出来了一位绰号狼王的哈萨诺夫。他可是塔吉克斯坦综合格斗界鼎鼎大名的大人物。为了巩固在中国擂台的地位和排名，哈萨诺夫不惜放弃了夺冠的机会，也要不远千里奔赴中国擂台击败樊荣。然而樊荣在赛前不仅拉肚子，还有点发烧。即便如此，他并没有放弃，坚持不懈，迎难而上才是我军的优良传统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金刚战警樊荣的精彩表现。胸口有熊毛的是来自塔吉克斯坦的哈萨诺夫，体型魁梧、身材壮硕的是中国勇士樊荣。接触过格斗拳击的樊荣，他最擅长的不只是站立格斗，还有他那后期所研学的地面缠斗摔跤技术，也算是大级别当中较为稀有的3期格斗运动员。面对眼前这位比自己大了4岁的哈萨诺夫，樊荣很快就寻找到了一个突破点。保持冷静的头脑蓄势待发才是樊荣当下应该做的事情。对，他对自己处在一个什么状态，应该怎么做，心里面很清楚。樊荣呢，今年是25岁，身高是1.83米，臂展呢是1.85米，而他的对手索勒哈今年已经29岁，1.78米的身高，1.77米的臂展。我感觉索勒哈的站立也一般，刚才的扫踢感觉非常的犹豫啊，有一些软。哦，一个摆拳是靠这种重击来打。樊荣最近应该是增强了自己的这个站立技术啊。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樊荣在与哈萨诺夫展开对峙期间，依然会保持一个较高的警惕状态，尽量不给哈萨诺夫实施主动进攻的机会。多次的虚晃加上真实进攻，很快就让哈萨诺夫有点摸不着头脑，完全搞不清楚樊荣是在搞什么东西。这个垫步顶膝，对于自己的膝盖长度估计比较乐观了。这两个人一直都还是处在这个互相试探的这个阶段。对，这个索勒哈的边角一直让索勒哈出刺拳啊，这个樊荣的边角一直让老师进拳啊，哎，一直让他点一点进去。哦，这个上勾和平勾都没有打到。两个人目前呢在战力方面移动步伐也都是比较敏捷的。哈萨诺夫为了打败樊荣，巩固在中国擂台的地位，不惜放弃了夺冠的机会。如此一来的话，就可以证明哈萨诺夫非常重视这场比赛。经过几分钟的试探，樊荣的进攻欲望已经成功被激发了出来，一记冷拳精准无误打在了哈萨诺夫的脸蛋上。要不是哈萨诺夫反应的足够快，樊荣或许早就已经获得了最终胜利。双拳边上带倒，拉倒了，直接带倒，双手支着地面啊，要做了可能。顶膝拉过来，摁倒，起乘，连续砸击，对方的地面技术看来是一般的，没错，但是力量不错。对啊，樊荣做了身体三角，脚上的扣搭好了，但是这个裸脚应该没了。樊荣的左手不能浅，对，好拿背了。刚才是其实差一点掉了，哎，又一次进去，这个不行，没有，不行，太浅。樊荣要调整一下自己胯部的位置。击打对方的。拿到优势位置的樊荣很是冷静，他非但没有急于求成，并且稳稳地压制住了哈萨诺夫。就算实施不了有效进攻，那也不能让哈萨诺夫挣脱束缚回到站里。台下的江龙云也非常的着急，一直在大声呐喊给樊荣出谋划策。毕竟樊荣赢了比赛，也可以让江龙云的俱乐部有一个更高的知名度。樊荣已经把胯调整过来了，我觉得可以找机会了，有机会。
胯还需要往再自己的左上侧再移一点。哦，直接升药了，直接升药了，直接来呀！打好这个扣了吗？我们看看，没有，没有这扣没有打好，但是升药了，拔脖子了啊，这个比较难，对力量要求比较高。腰上这个位置就其实是差了一点儿，对，这手臂这就不够，差一点部署的时候这角度就少了，力臂差一截儿。繁荣在繁荣眼中，哈萨诺夫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综合格选手，而是一位经验丰富、久经沙场的拳坛老将。稍有松懈就会给哈萨诺夫反抗的机会，于是繁荣果断使出所有力气来压制哈萨诺夫，试图用强大的压制力逼迫哈萨诺夫弃赛投降。然而哈萨诺夫的意志力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，面对繁荣所实施的裸脚锁技，哈萨诺夫宁愿被勒断脖子，也不愿主动弃赛投降。踢开，哇！地面砸拳。我刚才那个地面砸拳，我感觉一身冷汗。的比赛，抱腰，直接往前顶开后摆拳，小心，再顶，顶膝，繁荣小心，要防好。哦，推开了，后上，漂亮。其实没打中，但是刚才这一来一回合啊，两个人的这个动作舒展程度非常好，哇，就是巨兽之战的感觉。是上高，繁荣中了。第二回合开始了，看上去繁荣是一位非常笨重的选手，所打出的进攻速度也不是特别的快。可别忘了，繁荣打的可是大级别和重量级，能在这个级别当中出类拔萃的中国选手少之又少，甚至一个手都可以数得过来。擅长拳击和柔术的哈萨诺夫开始发力，站立对拼完全不怂繁荣。到了地面缠斗，依然是顶着巨大压力来与繁荣展开对抗，还是要做，繁荣可能还是要做。也想去布置三角锁，我们看他在推对方的手，想布置三角锁，一定要把自己的胯再往外挪一挪。是，现在的这个位置等于把自己箍在地面上是做不成的。对，这没有发力的这个空间。当然了，对方的力量也很大，我们可以明显看得到。要勾，要勾，找机会。做三角，胯太远了，中了一拳。还想往上翻十字弓。这个倒立十字固是一个非常罕见的锁技招式，那是因为它非常容易被破解，并且还很难精准无误的实施出来，稍有不慎就会被对手逆风反杀。面对哈萨诺夫疯狂的压制，繁荣能做的动作非常的少，甚至只能进行规避式防守来拖延时间，尽量把在此之前所获取的点数优势牢牢的控制在手中。你看，应该是有一位选手的护齿掉了，但是应该是俄罗斯选对哈萨诺夫的哈萨克斯坦这位选手，哈萨诺夫掉的，繁荣现在是找机会布置，完了腿又放上去了，很软，三角脚，但是那个手是可以转十字弓的，繁荣盘腿能不能有啊？又没有了，没有了。繁荣想做橡皮防守，把腿直接伸过去，是往外拽，繁荣这个典型的橡皮防守的布置，我们看一直被压制的繁荣并没有放弃挣扎，被压制又如何？锁技招式照样能实施出来，给足哈萨诺夫压制力。看上去是繁荣属于被压制的一方，即使哈萨诺夫心里也不好受，身处上方压制位又如何？还不是一直被繁荣牵着鼻子走。繁荣胯有点松啊，这个要很危险，转过去十字弓，好出来了。在这个索洛哈对于这个地面进攻的防守这方面还挺厉害的，是自己意识特别好。因为连续几次第三回合开始了，繁荣没有多说什么，拿着重拳就开始疯狂攻击哈萨诺夫的脑袋。实在顶不住压力的哈萨诺夫再次实施了抱摔，拿到上方压制位的哈萨诺夫很无力，根本无法在第一时间实施有效进攻，只能看着繁荣的眼色行事。繁荣给哈萨诺夫实施进攻的机会，哈萨诺夫才有机会对繁荣实施进攻，不然他拿繁荣一点办法都没有。繁荣现在想做手臂吗？小心。逃回了半防，但一直以来，繁荣即使拿到了开放式防守或者蝴蝶防守，对方的这个对于缠斗技的防守还是很严密，还是蝴蝶扫没成功。一直被压制的繁荣实施了很多次锁技，无论是热门锁技还是冷门锁技，
都能给哈萨诺夫带来不小的压制力。最终，樊荣使出了一招沉默50年的倒立十字固。漂亮，又是一次逆转。经过艰难的地面缠斗，樊荣手臂十字固。对，我们看到是索勒哈在一个压制的状态，但是最后樊荣找到机会，直接一个十字固。最终，樊荣获得了比赛胜利。这一战，樊荣诠释了坚持不懈这4个的含义。部队里面的首长曾给他说过，哪怕精疲力尽，也要拼尽全力坚持下去。这句话成功让樊荣完成了逆风翻盘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樊荣打几分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